此时的周良运见已经跟大家说好了规则，便上前打开店门，邀请大家来到店内。珍宝轩的单层面积虽然不大，但是由于店铺里面空空如也，所以便显得十分空旷，20-30人进来也不至于十分拥挤。周良运从里面将门反锁，随后便对众人说道：大家一看就是老藏家了，看东西时的规矩肯定也非常清楚，还请大家全程不要拍照录像，谢谢诸位。藏友之间讲究很多，尊重堡主的个人意愿和隐私便是非常重要的一条。大家听闻这话，就知道他出这件东西并不想让外面知道太多他的个人信息，于是便都纷纷点头，拿着手机的便都将手机装进了兜里。随后周良运取出自己收来的那尊铜佛，铜佛一取出来，那跟在一旁看热闹的摊贩便有些惊奇，他没见过这尊铜佛的真身，但吉庆堂的监控视频他已经看过了，大概知道这是一尊人工做旧的铜佛。可是现在周良运手里的铜佛已经被清理得焕然一新，做旧的痕迹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尊铜佛周良运已经做过了处理，将程老师等人造假的痕迹小心去除，让其呈现出其在北宋年间刚被制成还未鎏金时的状态。周良运手掌托着铜佛，对众人说道：以本人的拙见，这尊铜佛便是北宋太宗时期的鎏金苏频陀尊者，只可惜鎏金已经不复存在，否则的话也绝不可能是本人挂出来的那个价格。众人听得频频点头，唯独那个摊贩一脸懵逼，心中暗忖：什么玩意儿？北宋的？这不是仿明代铜佛吗？怎么就成北宋的了？还是他周良运大奸商，准备把这东西包装成北宋的骗人？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，周良运已经将铜佛递给了排在第1位的燕京藏家，微笑道：这位藏友，既然您是1号，那这件铜佛就由您先过手。我这里还有一个小请求，大家逐一过手期间，过了手的请不要直接讨论自己的结论，也不要直接说要或者不要，咱们过手不严，待所有人都看过之后再逐个表明意愿。燕京藏家轻轻点了点头，这是高端局都懂的规矩，逐一过手期间不要说话也不要开价，以免扫了他人兴致。毕竟来收这尊铜佛的都是有实力且热爱收藏的大玩家，除了来收东西，也有试一试自己眼力的想法。若是第一个上手的直接把关键都说了出来，然后一拍板直接要了，后面的人就真的是白跑一趟了。过手不严，起码还能让大家各自心无旁骛地鉴定一番，也借机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平高低。燕京藏家将铜佛拿到手之后，便非常仔细地观看起来，旁边他请来的专家也凑上前，非常认真地一点点进行查探。随后燕京的藏家将铜佛递给了专家，专家仔细看过后又递还给了他，紧接着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便将这铜佛给了2号。此时的珍宝轩里虽然挤了20-30号人，但里面却是异常安静，没有人说话，有的只是每个人的呼吸声，以及大家在传递东西时所发出的衣服摩擦的声音。而就当这些人正在轮流过手那尊铜佛的时候，萧长坤和马兰已经开始登机。由于是头等舱，所以他们直接优先于大部分旅客，从头等舱的登机口登上飞机。这架波音777客机的载客量很大，地面用了宽体机专用的双廊桥连接飞机，头等、商务的2舱旅客和经济舱分开走不同的登机通道，而且2舱的登机通道直接通向飞机前端，而经济舱的登机通道通向的是2舱和经济舱的连接部分。所以当2人走贵宾通道登机的时候，经济舱的旅客早已经在登机口前排成了超过200人的长龙。马兰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，同时对萧长坤感叹道：有钱真好啊，以前咱们出门也得跟他们一样，不管多少人都得在那里排长队，人多的时候排半个小时都上不了飞机。现在有钱了，坐头等舱，虽然跟他们还坐在同一架飞机上，但是根本就不会和他们有半点接触。
登机比他们早，下机还比他们早，就连排队拿行李出的都比他们早。再看看以前在萧家的时候，那过的根本就不叫日子，活脱脱一个破落户。萧长坤讪笑道，咱以前也不是没坐过商务舱，你忘了前几年咱俩去良都旅游，去的时候坐的不就是商务舱吗？马兰撇撇嘴，那打特价的商务舱就别说了，小飞机的商务舱有什么意思？就跟高铁的1等座和2等座一样，没啥区别。要说头等舱，还得是国际航线的大飞机坐着才享受。萧长坤点头笑道，你放心，等这次从迪拜回来，我老萧就准备正式出山了，没事多去倒腾倒腾古董，说不定我也能1年挣他个几百万。到时候我买头等舱，带你去马尔代夫，带你去澳大利亚。马兰笑眯眯地说道，那感情好，我一直想去马尔代夫，要不是怕跟韩美琴他们撞上，这次我才不去什么迪拜呢。说到韩美琴，马兰心情一下子又郁闷起来，摆手道，不提那个狐狸精，老公你回来之后好好干，没准儿你也能迸发出事业的第2春呢。萧长坤满口答应下来，笑着说道，你就等着瞧好吧。说话间，两人已经登上飞机。这架飞机的头等舱采用121的布局，每一个座位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包厢，中间的2个座位相互挨着，所以还可以打开中央位置的挡板，形成一个更大的双人包厢。萧长坤值机时选择的便是中间2个位子。两人刚一落座，阿联酋航空热情的华裔空乘小姐便上前恭敬地为两人提供饮品、毛巾、蒸汽眼罩和一次性的拖鞋。萧长坤第一次坐国际航线的头等舱，被空姐无微不至的服务，搞得有些受宠若惊。不过旁边的马兰却见怪不怪了，毕竟他可是一个人坐过私人飞机飞往美国的幸运儿。那一次的体验，算是让他在坐飞机这件事上直接毕业了。一入座，马兰便忍不住对身边毕恭毕敬的空姐吐槽道，都说你们阿联酋航空是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，但是今天一看也不过如此吗？你们这个飞机的座椅舒适度比那个湾流 G650 差远了。空姐半蹲半跪在他腿边，十分抱歉地说道，不好意思马女士，实在抱歉让您有了这种失望的情绪。我们阿联酋航空公司在大众航司里排名一直在全球的 top 5，我们的硬件水平更是全世界大众航司里面数1数2的。只是您说到的湾流 G650 属于私人飞机，私人飞机的内部改造是没有上限的，所以我们这种大众航司可能确实比不了。不过您尽管放心，这次飞行我们一定会给您带来最好的机上服务。马兰其实对这里的环境已经非常满意了，之所以要提到湾流 G650， 也只是为了装逼，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已。见这空乘态度也挑不出什么毛病，马兰便傲娇地说道，回头跟你们领导说一声，提建议，把这个头等舱再给升级一下，搞一个豪华头等舱出来，我们又不是消费不起。空姐连忙道，您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公司反映。马兰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摆手说道，行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空姐如蒙大赦，恭敬道，您有需要随时叫我。空姐走后，萧长坤好奇地问马兰，私人飞机里面很豪华吗？马兰白了他一眼，我当时发的朋友圈你没看见吗？萧长坤下意识道，没注意啊。马兰本想骂他当时心肯定没在自己身上，但转念一想，两人都和好了，自己也就别整这个幺蛾子挑起事端了，于是便道，以后我每一条朋友圈你都必须得点赞加评论，不然我跟你急。萧长坤赶紧说道，没问题。马兰一边拍着头等舱里的各种细节，一边问萧长坤，还有多久起飞啊？萧长坤看了看时间，说道，估计再有20分钟就该关舱门了吧，再等半小时差不多就飞了。马兰点了点头，撇嘴道，那帮坐经济舱的屌丝人太多，真耽误事儿，我先眯一会儿，今天起太早了。说完，他便拆开一个蒸汽眼罩戴上，闭目养神起来。此时的甄宝轩
10位藏家都已经过完了手，铜佛又传回了周良运的手上。那摊贩在这10人看东西的时候，一直盯着他们观察，就盼着哪一位看出东西有问题，当场就向周良运发难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么多人陆陆续续看完，一个个都是一看一个不出声，让他想不明白，到底是他们素质太高了，还是这东西做得太真了。这时，周良运将铜佛放好，开口道：“诸位既然都看过了，相信对东西的实际价值也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，那我也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，直接从拿到1号的藏友开始。1号藏友是决定要还是不要？”其他人也都紧张不已地看向1号藏友，如果他直接要了，并且在5分钟内付了钱，那这铜佛与其他人就无缘了。而此时的1号藏友也早就等得坐立不安了。听到周良运这么说，他立刻用极其坚定的语气高声说道：“我要了，辛苦老板给我个账号，2000万立刻转账。”